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说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可能性的惊人言论后，遭欧洲多国轮番拒绝。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为首的领导人赶忙撇清与马克龙相关言论的关系，称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同一天更是齐齐表态，称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当地时间2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与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讨论了如何帮助乌克兰扭转当前局势。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为防止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不排除派遣军队支援乌克兰。Il n'y a pas de consensus aujourd'hui pour envoyer de manière officielle, assumée et endossée des troupes au sol, mais en dynamique, rien ne doit être exclu. 马克龙的说法引起轩然大波，与会的西方多国领导人火速反驳。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欧洲或北约国家不会向乌克兰派遣部队。Untereinander und miteinander festgelegt worden ist, auch für die Zukunft gilt, nämlich dass es keine Bodentruppen, keine Soldaten auf ukrainischem Boden geben wird, die von europäischen Staaten oder von NATO-Staaten dorthin geschickt werden. 同一天，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也纷纷表态，与马克龙相关言论划清界限。白宫方面发布声明称，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否认美军可能被派往乌克兰进行排雷、武器生产或网络行动。The president's been clear there's not going to be U.S. troops on the ground in Ukrain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同日也表态，称美国没有派遣美军赴乌作战计划。美媒爆料称，虽然美方多部门澄清绝不可能向乌克兰派兵参战，但马克龙的相关言论确实也给美国领导层施加了压力。拜登提出的援乌计划卡在国会动弹不得，令美国如今的处境颇为尴尬。美联社的报道披露，27号当天，拜登召集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领袖开会，试图就援乌法案达成一致。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会后表示，这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的诸多会议中最激烈的之一。相关言论引发争议后，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第一时间对马克龙的言论进行了澄清，称马克龙考虑派遣军队执行特定任务，不越过参与战斗门槛。观察认为，马克龙的出兵说，既是为最近节节失利的乌克兰打气，也是向普京发出威慑信号，同时更是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这个乌克兰最大的外援国抓紧落实对乌军援。也有分析认为，马克龙是为了展现法国的领导力，同时也在对盟友发泄不满。北约直接向乌克兰战场派兵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马克龙的讲话也反映出了在北约内部在联盟内部其实对于这个应对乌克兰的这种危机和战争也是有激烈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并未间断对乌军援，但西方装备近期在前线的应用并不乐观。俄罗斯26号表示，首次在战场上摧毁了一辆美国制造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去年9月，美国向乌克兰交付了31辆这型主战坦克。一直以来，西方先进坦克被乌克兰寄予厚望，但继德国豹2、英国挑战者2之后，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次也被击毁，对于乌方来说是个打击。俄媒报道称，这辆坦克在位于阿夫杰耶夫卡附近被自杀式无人机至少1枚反坦克榴弹击中。美国动力网站的报道称，从坦克遭到攻击后的俯拍照片可以看到，后部多处起火，炮塔顶部的泄压板似乎已经按设计发挥作用。这种泄压板安装在炮塔后部的弹药舱上方，设计目的是在坦克遭到袭击、车内炮弹殉爆时，可以将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向外排出，从而保护车组的安全。另一段关于这辆坦克遭到袭击后的视频显示，炮塔后部向上燃起大火，这也与弹药殉爆的特点相符。目前尚不清楚俄军具体使用什么武器摧毁了这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俄塔斯社的报道称，该坦克被一架侦察无人机发现，随后在一次战斗任务中被击毁。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前线战斗中，俄乌双方普遍使用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其他空投小型弹药的无人机攻击对手的装甲车辆。为此，双方坦克装甲车辆通常会在炮塔顶部和其他重要位置额外加装格栅装甲，以防御无人机的攻击。从被摧毁的这辆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上看，它并没有配备这类附加装甲。
尽管五角大楼官员早就开始打预防针，强调在俄乌激烈战斗中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当前阿夫谢耶夫卡已被俄军控制，美媒对该坦克落入俄军掌握的后果提出警告。动力网站认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批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具体型号为 M1A1SA 型，配备了升级的激光测距仪和集成到炮手主瞄准距中的热成像仪，车长还配备了新型带稳定功能的遥控武器站，即使在坦克行驶时也能使用重机枪进行精确射击。如果俄军缴获了一辆相对完整的 M1A1SA 坦克，就可以搜集有关这种美国坦克的能力和弱点的情报，这对于正与乌克兰持续战斗的俄军来说可能很有价值。对于俄乌冲突不止，国际社会仍表达关切和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宣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于3月2号起访问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毛宁表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满2年，战事仍在持续延宕，当前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早一天开启和谈，损失就会减少1分。中方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开展穿梭外交，凝聚各方共识，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贡献中国智慧。过去2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劝和的努力，从未停下促谈的脚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通往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去年5月15号至28号，李辉作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曾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访问。这是中方首次专门派团赴相关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外交工作。俄乌冲突爆发迈入第3个年头，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围绕冲突发出了惊人言论，您如何看？是的，马克龙的言论值得关注啊。虽然有人说这不过是给乌克兰打打气，威慑俄罗斯，并且向美国施压，叫板德国等等，或者是为了展现一下法国的独特性和领导力，似乎呢可以不必当真。不过我倒认为啊，马克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这就是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旦开打，就常常进入一个特有的极不合理的恶性攀比的现实演进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它受制于极为复杂的各方实质力量关系、核心利益诉求以及关键的外部环境。战局的每一步进展几乎都有着全新的综合演进逻辑和具体的机制约束，并不是用过去的经验或者一般的合理主义教条所能够解读。因为俄乌冲突反映的矛盾的深度和广度啊，大大的超过了中东的冲突，而且一直就有着一些微妙的升级动作。马克龙的言论并非仅仅是危言耸听啊。北约方面本来说不提供 F-16战机等进攻型武器，现在不也在提供吗？乌克兰也时常向俄罗斯本土采取行动啊。当然，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些升级的动作，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尤其要防范由于战局僵持就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然、放松警惕的倾向。在开战2周年的今天，我必须重复在战争之初我就提出过的一些基本看法。第一，俄乌无义战，战争无赢家。俄乌本是同生共气的兄弟，我们不希望他们这样兵戎相见、兄弟阋墙啊！这是一场非正义的负面的冲突，我们所有和平人类都感到痛心和忧虑。欧洲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呀，马克龙的态度就是一个标志吗？反映了欧洲赢不了又输不起的困境。而且2年的战争使欧洲和俄国全面脱钩急速的进行，社会民意的对抗会长期延续，欧洲不得不更多的依赖美国，而这正好是和欧洲战后的2大目标，即和平发展和政治自主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和平安稳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莫测的动荡时期。可见最近慕安会以双输作为主题，并不是无的放矢的。